好，赖清德选举的时候呢，哇，盖这个盖那个，补这个补那个，现在呢都缩水，哦，原来13万户社会住宅，现在变3万，一下子杀掉10万了，哦，然后呢，蔡英文时还是20万户呢，然后呢，租屋补贴91万9千，哦，租屋补贴现在砍50万户，哦，砍这个一半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国民党委员李彦秀就说这是丢包人民。而且丢包给地方政府，他的理由是说，你地方现在财政收支划分法，地方分的钱比较多，你应该补助啊，不要我补助啊，哦等等。但你中央政府税收增加那么多啊，对不对？那个正所税正交税今年增加多少啊？以前一年股票一天成交额超过1000亿就很大了，现在不到1兆就觉得说一天怎么没有到1兆呢？哦，所以差非常远了哦，你就知道政府的税收增加多少哦，所以呢就问说。居住正义还是招牌吗？还是民进党招牌吗？哦，那内政部说呢，在2032年降到50户，91万9千降到50万户，说滚动调整哦，就是根本撑不下去了啊，哦。那另外呢，社会住宅我刚刚讲13万变3万，所以国民党说你的政策法夹弯嘛，应该先向青年道歉啊，画一个大饼给青年选举片的选票，现在就说做不到了啊。那另外呢，人民团体说。盖社会住宅才是解放了，社会住宅也不好盖啊，你不要有那么容易。土地在哪里？土地哪里？对不对？你现在在台北市像这种地方哦，大概只有都更才有可能有土地，其他都盖满了，哪有新的土地？没有嘛。哦，那新加坡我们派人一堆到新加坡看，新加坡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因为新加坡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土地都收归国有了，土地是国家的。中国大陆能够建设，能够这样什么修铁路啊，一旦能够成功，也是因为土地是国家的。你台湾不是啊，土地是人民的。当土地是人民的时候，你哪里来土地盖啊？就很困难，各种建设都非常困难。土地关键在土地了啊，哦，所以呢，盖社宅是不错了，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土地都很难盖了。以前有一段时间盖国宅能够盖，是因为军眷啦。眷村改建那个时候有眷村，就眷村平房嘛，把眷村拿来盖楼房，才能够有国宅啊。那现在眷村也改建完了，那现在土地在哪里？哦，那另外呢，新北的劳工住宅被中央否决了。苏巧慧说我们可以努力，李志川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是立委呢，那你立委还管中央呢？你立委都管不到中央吗？而且是民进党的中央哦。那另外呢，赖清德刚刚说，今年经济成长率非常高，明年普发现金1万哦。为什么？他怕国民党先提，赶快先提了哦，说共享经济成长啊，哦。那蒋万安就说了，1万哪够？应该发2万呐，哦。刚林佩强给我讲，应该发3万呐，哦。等我们现在怎么讲？黄国昌生气了，说民进党是不是钱坑要穷台呢？哦，黄国昌说为什么要发钱啊，哦？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是应该普发2万，我们看一下。在赛场上双打的比赛，队友的搭配很重要，就像租金补贴是你生活的好队友。去年10月，国土署找来运动部长李洋拍摄租金补贴宣传片，要扩大补助范围和户数，但现在却传出内政部政策大转弯，100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出现大腰斩。毕竟，租金补贴再怎么少，各县市最少也会有个2000多块钱嘛。那如果在台北的话，动辄就是3000块钱以上的这一种租金补贴的额度，你在整个租屋市场上面，可能就会去被迫屈就于一些比较条件没这么好的租赁物件。内政部被爆料，目前租补的91.1万户，明年开始将逐渐调降，直到2032年降至50万户，等于大砍了近一半。经费部分也从297亿减至2032年的181亿。对此，国土署表示，草案内容还没核定，而是要转向精准补助。绿营自家人都要政院多想想，毕竟内政部当初推出租屋补贴，对年底选情无疑是一大加分。但如今政策出现变化，要选的人难免心惊惊。草案传出来，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租屋主的担忧。那我想这一块我们会在立院积极的跟内政部跟行政院来做这个协调，也希望中央对这个租屋主的政策能够继续支持延续啦。政策临时收闪，伤的不只是租屋族的荷包，还有绿营自家选票。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
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这1万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那志豪，黄国昌为什么生气了？这是钱空吗？是穷台吗？我是觉得这样子哦，我们先谈一下这个社宅这一块来讲，可以就带到后面哦。因为其实我觉得持平来讲哈，任何的居住正义的这个国家的政策哦，你要用这个直接新建社会住宅，或者你要这个包租代管，或者你要租金补贴，基本上没有问题哦。你可以用个科学的数据去实际了解到底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你可以去做这些调配，这是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你在当初讲的这些承诺，你有没有信守？一开始讲在赖清德有提出嘛，2032年前社宅总量要达到25万户，这讲得很清楚，官方的这个所有的平台、政论业都非常清楚，25万户直接新建社会住宅，25万户做包租代管。50万做这个所谓的租金补贴，哈，那这是内政部提的。然后在国土署的2024年的年报也写得非常具体哦，他写什么呢？他写说直接新建社会住宅每年新增1.5万户，算一算，也就是说目标在2032年新建到25万户。可是现在变成什么？不盖了。他说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改变。我觉得最伤年轻人的应该是这一点，因为年轻人感觉受骗了，被欺骗哈。那我必须要说，据我的了解，因为我们文山区有我的选区非常多的社会住宅，也新建的盖好的也有，那么新建中的也有，不是只有年轻人期待哦，某些有需要的老年长辈他也很期待哦，所以这不是青年的问题，是连老年人这些长辈们也会感觉受到欺骗哈。我们来看看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不盖直接的新建社会住宅，你用好吧？你说你用这个租补先把它下降，它现在目前已经有91.9万户的租补。请问一下，你要在2003年降到50万户，请问一下，这些人他是买房了吗？还是他就可以住得进去社宅？还是说他已经进了包租代管？这些都没有讲清楚的情况下，你贸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我觉得应该是要值得检讨。再来谈到包租代管，其实包租代管不是不行，但是因为包租代管很有可能会产生管理端的一些弊端，好，所以必须审慎的做一个审视，再来做个政策的决定哦。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政府这次应该要赶快的去想一想，到底该怎么来诚实面对他的居住正义，因为他目前讲这些，我相信不管是青年或者老人的前辈们、长辈们都不见能够接受了。嘉宇。居住正义就是要让大家住得起、住得安心、住得好。我想这个是台北市跟中央都要一起努力，尤其是在台北市的年轻人需求是最高，我们的社宅几乎都是供不应求。但是同样的土地在哪里？刚刚赵大哥也讲到，中央其实需要地方来配合，所以在我们讲这个13万户的社会住宅的时候，同时也希望台北市一起能够把土地释放出来，共同来去努力。可是如果说台北市这些精华地你都一地难求，你要怎么去做？就要靠着都更改建协助来去变更哦，都更改建的过程中，可能用容积率或什么方式来去变成社会住宅。过去台北市有很多连开宅的精华地，当时我们在当议员的时候，也要求台北市不要出售啊，你就拿来出租就好，你不用去盖社会宅，连开宅就能够拿来租了。结果台北市政府都不愿意，因为他认为连开宅在精华地这个地方卖比这个租更赚钱，所以呢宁可都卖掉，然后呢转头花大钱，然后去盖社会宅等等。那同样的，如果你都更的同时可以释放出社会宅，这些遍布在全台北市各个地方的，都是台北市可以作为社会宅，而不用一栋一栋的去处理。那当然，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过去民众党也质询过啊，说，蒋万安所承诺的7000户潜力社宅用地在哪里？盖还要等多少年？至少要等20年，到现在还看不到，所以确实是缓不济急。那中央用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希望三管齐下能够去协助，但我觉得更需要迫切的，当然就是都更的改建，让这些社宅老旧的建物能更新，才能够释放出好的都市空间、停车位，让长辈可以回家，有电梯可以坐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刀阔斧的魄力跟执行力。可惜在台北市现在真的是太慢。不是只有台北市要新建社宅，还有其他6都啊，好不好？我必须这样讲，都一样。台北市其实我们民众党非常在这个争取，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些，不管你是用这个精华地的一些地段就连开宅，我们也是倾向不要去做这个出售的行为，但这个没办法去解释中央政府现在出了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能够解决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这样。接下来再回来。
好，总预算审完了哈，到底删了哪些，冻结了哪些？我们看，去年删掉特别多，去年删掉2075亿，哦，然后呢6.62%，结果呢这里最近只删掉480亿啊，删的非常少哦，删的这个是好像只剩400多亿吧啊，删的非常少，跟以前比起来只差了1.5%左右啊，删的非常少。那这个另外呢，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等于是被删了，民进党说这是政治报复，因为叫动删啊，煽动3000亿啊，那所以呢，这个在野党是要求总统府公布搁置的5项法律案以后才能动之。所以民进党说呢，范云说呢，这几乎是政治报复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委员反击了哈，总统府说立法院拿预算权做政治工具，国民党反击说宪法叫赖清德依法完成程序，你总统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按照宪法来做呢？哦，那郑正前委员说法律可以不附属，国务机要费就不能删吗？你们不删，你们不附属立法院通过的3读的法案，我们就不能删你的国务机要费吗？翁小玲说，立法院只剩下预算审查，可以钳制行政机关呢，其他都管不了你们呢。哦，那民众党的委员这个反驳总统府说在野党拿预算做之工具。那这个陈建龙说善尽职权，经费自然能够解冻，就你民进党只要善尽职权就可以解冻，我们是冻结嘛。哦，那李远文化部长说呢，要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所以呢，蓝白3文化部只针对。是有可怕逻辑的计划，就是要灭哪一族啊？就是在讲灭什么族，灭什么文化哦，就讲清楚啊！你讲这是哪一族？那什么族？哦，那另外呢，李远说这叫做灭国灭族，民众党就呛说这是监督，少用情绪勒索我们啊。哦，那叶元之说300预算只删了10亿哦，什么文化被灭，胡说八道哦。那所以呢，这个。因为这次删的比例1.689%了，啊，中央政府了480以3哈，文化部296亿元预算被删10亿，冻结3亿，只是宣传费2年被删，所以呢就叫做灭族、灭国、灭族、灭文化。你立法院审查半天都不能删你的预算，哦，这莫名其妙。而且真的，如果按照叶元之讲的，296亿只删10亿，冻3亿，这算什么删啊？哦，我如果当立委，绝对删的不止这个数字。我告诉你，那联合报是说，人民讨厌的是用预算喂养青鸟，所以李远不必搞情勒。看一下。继续来关注，在立法院3读通过115年度总预算案之后，总统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被删减1000万元，冻结2000万，再要求要等到总统公布执行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后才可以解冻。而总统府也发出4点声明回击，提到今年度总预算遭立法院延宕审议，总统府此前的国务机要费花费均依预算法规定，而历经马英九、蔡英文以及赖清德3任总统不同政党执政，103年到113年连续11年未曾遭到立法院删减或冻结，而今年立法院不但再次全数冻结，把国务机要费3000万减跌1000万，冻结2000万，并把总统公布5项法律案设定为冻结费得以动支的前提，而相关解冻条件跟国务机要费的用途、执行情况以及预算监督是毫无关联，形同以预算权作为政治工具，企图借由冻结经费影响总统依法行使宪政职权，而这个举动已经逾越预算的监督合理范围。佩翔。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有点远的话题啦，因为我们这一届在立法院这第11届立法委员，很多人说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史上最累的一届，没有休息，每年都在选举，不管用什么样的理由，每年都在选举。那我们也活生生的看着赖清德从上任开始一路往行政国的这个方向前进。所谓的行政国，就是说，行政权独大，去逾越所谓的立法权跟监督权，有点像是什么时候？我举个例子，1930年到1933年的德国，就在希特勒上任之前，因为那时候的国会没有办法获得共识，是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国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获得多数或绝对多数，所以说他们的法案是没有办法形成的，所以那个时候行政权勉为其难来去操纵整个国家。
那现在不是这样子哦。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在野，其实都已经有很大共识，去说这个东西是人民要的。那我们就讲到刚刚讲的国务机要费，国务机要费3000万说冻结，然后就一天到晚拿这些这个弱势族群来去做挡箭牌，来做情勒。其实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作为我非常不耻，因为军人加薪3万块1个月，还有警消的退休俸，为什么不能增加？3读通过的法案，他可以想尽办法不附属、不执行、不编列预算，然后。国务机要费，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不是第一次被删减。远在20年前，陈水扁遇到贪污罪的时候，他的国务机要费，我记得也有动删的状况。那个时候可以动删，为什么现在不行？他现在一天到晚跟我们说是政治攻防，老实讲，我个人觉得很不能认同，就是因为说你应附属这些法案，你应公布这些法案，你不是得公布。所以郑军讲的没错啊，这不是你的选项，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因为你是中华民国总统，这是宪法上面写的。宪法不是你的自助餐，你要用的时候就夹一点过来，你不要用的时候把整盘丢掉，这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宪法不是这样用的，也不能大法官一天到晚3个大于5个去做这样荒谬的判决。所以我不认为说我们这次总预算删的是够的，因为当我们到手上的时候已经过了2/3。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只有1点多%？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其实所有兄弟姐妹都删得很用力，可是政治是个协调的艺术，所以我们协调跟友党之间，我们有很多的协调，包括李远那边，李远自己都讲台湾 Plus is a disaster， 是个灾难。为什么灾难的东西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一直搞不懂。可是后来因为协调，所以只删到2亿。事实上，我觉得远远不足。我认为说不该有的东西要节省公帑。当然有很多奇怪的，有很多艺人，有很多其他业界又被人家操纵过来去对我们做攻击，对我们做误解，我们都可以尊重，因为这才是民主。但是民主法治里面，你要不要遵守宪法，还是把宪法当自助餐？当如果一个国家元首、国家首相、国家总理拿这个宪法拿来做成所谓的自助餐，然后拿什么事都拿来说政治攻击的时候，那为什么在野党动作不能大一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预算，如果说我们的支持者觉得说你们删的不够，我们说不好意思，我们时间不太够，但是我们坚持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坚持。这是冻结里面最主要一个条件是，总统应附属他应该有的法律，行政院长应附属他应该有的法律，总统应公布他应该已经3读通过的法律。他们行政首长做好他们的工作，我们旁边监督权才能并行，这才是民主法治国家。不是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或者说政不给的你不能拿，这种都是错误的观念。这点来讲，我非常不认同。刘永平，什么叫灭国灭族，还灭文化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李远啊？他的艺名叫做小野，他以前是干嘛的？他以前是写电影编剧的。换句话说呢，他就是在编剧本啊。300亿，接近300亿的预算，小删你10亿，小冻结你3亿，这种比例啊，比我之前在做立委，陈水扁在执政的时候删的都要少，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宝哥你还记得吧？我们有删到1年3%的有哦。有。现在你们这几年拼命删，赖清德坏事做尽。说真的，你们还真的不够力。那个民众党也要加油，都才删1点多连2%都删不到。我们以前在野联盟是删过3%的耶。好，你文化再怎么了不起，你290几亿，你280几亿的钱你都还有那你在今天鬼叫什么呢？而且刚才佩祥也讲得很清楚了，在野党因为被你民进党这样子搞网军带风向什么的，大家也有很多这个心理的压力，已经客气的，文化部去删的都是你李远口中表示不满的项目啊，对不对？他自己对于台湾 Plus， 他也一副无能为力，觉得很糟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在野党删你的预算，你在那边发什么标啊？你在那边还要写，你以为你真的还在中影那个时代写什么国仇家恨的剧本，是不是？
你还有200多亿的预算，如果这样子就叫做灭文化的话，那李远，你这个文化部长不尽责、无能力，你赶快下台吧。我觉得有点太过头了啊！太过头了，灭国、灭族、灭文化，那这三总统府的那个什么国父机要费，总统说不要等老共来斩首，你们已经把我斩首了，讲些什么嘛，是吧？然后提一下啊，李远讲的是太扯了啊！灭国、灭文化、灭族，他在讲民进党哎，民进党不是实际上叫灭中华民国，实际上灭中华民族，灭中华文化了。中华文化，然后要把自己定位为什么南岛文化，你不觉得吗？从蔡英文时代就开始讲，我们追求南岛文化，等于说台湾人的祖先是南岛文化那边的，不是中华民族那边的，这个很扯嘛！你看一看每一个人基本上，你看你的族谱都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但是呢 ，majority 是从要从大陆来的。他现在是什么？我要去认同南岛文化跟菲律宾啊，跟那些人是同一个族，这个叫媚族啊。说他讲什么？讲民进党政府啊。第二个我要提一下的就是，他删了以后还是比去年多嘛，还是比去年多，没有比去年少了。我这里讲一个很负责任的讲啊，我们看到资料都有提到，蔡英文时代，蔡英文讲什么话？他说中央政府总预算30%，对政府的运作没什么影响。我呢碰到一个政务官，亲口跟我讲，他说你们立法院太客气了啦，3-5%一点感觉都没有，30%有一点点感觉，还可以运作。他的原文是这个样子，就可见什么？可见那边都是有一些就让你删的，有一些让你删的。结果呢，现在来讲，我非常认同我们书记长要配享，他很辛苦，他真的非常辛苦。因为什么？因为审查时间实在太短了，因为剩4个月嘛，你8月份审完，剩4个月可以实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在那里门槛在那里，所以没办法像上一届这样删的趴数比较多。但是我让各位知道，当国民党连续2届上2届绝对少数的时候，民进党他自己老柯会自己说，来，我们讲一下删多少，大概删1.2%左右。大概删1.2%左右，所以我们删1.6多，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啦哈。对呀，1.689，真的是非常低，连2%都不到。那是国务机要会哈，国务机要会就是让大家知道，而且还冻结了行政院长的薪资，就是说你凭什么不部署？你现在把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操作到刚才讲佩祥讲客气的啦，说这个叫行政国。不是行政国啊，就是回复到皇帝时代呀、你不觉得现在赖清德不是等于皇帝吗？哦，他讲的话你都不能够反对，你都不能够说不认同。他要的预算一定要过。每一年，我觉得行政院这一次赖清德主政底下的行政院长连续2届哦，连续2次，我们总预算完毕哦，行政院长不来的。过去惯例讲几十年，要道谢一下，对啊，几十年行政院长一定会对他的秘书长跟副院长来立法院表示感谢，不管你删多少，陈水扁那时候绝对少数，那时候被删的更多，他也是带这个主要的行政院长会带这些官员来这里谢谢大家。结果我们现在的卓荣泰院长连续2年都不来，我觉得这种东西太恶劣了。你刚刚讲这边嘛，蔡英文执政2017年开始嘛。删1.2、1.2，这完全执政哦。对，完全执政啊！行政立法1.2、1.25、1.19、1.17、1.18、1.2，就删这么多。那今年删了多少？1.689，现在是在野党占多数哦，才删你1.689，过去就删1.2啊、1.1啊，所以其实很客气了，真的是蛮客气的。休息一下回来。